我开了镇上仅有的一间超市3年，却没见过一个客人。别人都说我的超市风水不好，我也准备关门大吉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古装的帅哥走了进来。我没有迎接客人的喜悦，反而是紧张害怕起来。你是人还是鬼啊？男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反而试探性问道：你这里可有顶饱的吃食？那一排排的方便面、小零食、小面包不是吃食，不过看他长得这么高大，肯定觉得不顶饿。我一拍脑袋，拿出2箱卖不掉的压缩饼干。这军用压缩干粮最顶饱，1块就能顶1顿饭。这么小一包，当真能顶2顿饭？他翻来覆去的扯包装袋，却怎么也打不开。这估计真是个鬼啊，连压缩饼干都不认识。我耐心示范打开之后递给他，2块肯定能顶你1顿饭了。还挺香，香甜咸酥，还挺好吃的，就是有点干。送你的，喝吧。骆长风接过这透明的从未见过的东西，犹豫片刻后直接用嘴咬瓶盖。我看到这操作很是震惊。完了，真是个傻鬼，可惜了这张脸和这身材。我为他示范如何拧开瓶盖，看着他学会才欣慰的点点头。骆长风喝了一口，水很干净，没有任何异味。紧跟着他快速地吃掉压缩饼干，喝光了水。没饱。见骆长风的目光落在剩下的2箱压缩饼干上，我一把摁住了箱子。那东西遇水则发，再吃你会撑坏的。骆长风点了点头。那这2箱怎么卖？2箱有40包，一共给400块就成。400文钱也太便宜了。不用找了，若是好，下次又来。说完，骆长风抱起2个箱子转身就走。我看着面前的假银锭，犹豫了1秒，立马追了上去。可男人走进死胡同后就不见了。人呢？莫非真是个鬼？之后我关上铺子，拿着银锭就去了当铺。结果那个银锭居然是真的，当铺老板当即出价7000块，2箱压缩饼干成本也就250，这直接净赚6000多块，简直暴利啊！想起那个帅鬼说的下次又来，我直接进了20箱压缩饼干，还有几箱水。与此同时，骆长风抱着饼干回到了位于沙漠边缘的城池。朱大夫看到面前的压缩饼干傻眼了。这是？你检验一下，这东西有没有毒？朱大夫一脸懵，但还是照做，闻了闻，舔了舔，惊喜开口：少将军，无毒能吃，真好吃，这是哪里来的？大军自从打到雍州城外，就黄沙漫天，缺水缺粮，后续补给跟不上，雍州又一时打不下，大军进退两难。骆长风立刻下令通知下去，让各队收集银两，跟我去采买这种东西。将军，这东西我们从未见过。再者说，这地方早都打烂了，百姓都逃光了，哪里还有商户？事有反常，即为妖。将军慎重啊！那你们还能有别的法子弄来粮食和水吗？众人集体沉默，现在的困境他们只能赌一把。骆长风带着30人全副武装走入那个巷子，结果只有他进来了。将士们站在废墟中面面相觑，说好的铺子商户呢？不对，他们将军呢？将士们慌了，正要行动，却见骆长风又从内门里头走了出来，一脸茫然。你们怎么不进去？将军，我们进去了，里面只有废墟，没有您。骆长风又带着众人试验几次，都是如此。他隐约明白，可能只有他能看到。骆长风再次走了进去。我来买东西。他将银子铜钱都放在了柜台上。这些能买多少上次那个饼和水？我看着柜台上散落开的碎银子、银锭和铜钱，目光被2个银锭给吸引。这2个银锭比上次的大，再加上那些碎银子和铜钱，我吞了口唾沫，努力平静地指着角落刚送来的20箱压缩饼干和水。你都拿走，暂时只有这么多。下次能不能多备点儿？各50箱。没问题，明日你来取即可。接着我又送了几箱方便面和几个午餐肉罐头给他，想了想又给了他一瓶2锅头。骆长风搬了好几趟才搬出后门，等人离开，我立马去了当铺。小姐来了，快坐。我摆了摆手，直接打开布袋，拿出银锭。老板仔细检查完之后，兴致冲冲地开口：这2个银锭都是10两银锭，品相也不错，按照1万一个成吗？我一把将银锭收回来，丢出去3个铜钱。您再给我看看这3个铜钱。老板看着铜钱，忍不住蹙起了眉头。奇怪，这3枚铜钱的纹上我从未见过，偏偏这3枚铜钱表面光亮，瞧着又不像是假的。小姐，你这东西我看不准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这2个银锭我收了，这3枚铜钱我拍个照片拿给我老师看看，如果有消息我再给你回信。我点了点头，拿着2万块离开了当铺。回到家里，我开始算账进货。
今天净赚人民币2万多，这还不算留下的碎银子和铜钱，暴利啊！明日我要多进一些压缩饼干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起床收完货，骆长风就走了进来。看到门边一件件的压缩饼干和矿泉水时，他眸光定了定，看了眼我。都备好了。这么多够吗？骆长风不着急给钱，而是逛了一圈。你这里的吃食中最顶饱的是哪种？就这个，方便携带又饱肚子。这可是军用干粮，士兵野外急行军都用这种的。这种你还能准备多少？你要多少有多少。骆长风露出怀疑的神色。那我想要5000箱压缩饼干和5000箱水。这个鬼可真敢吹，张嘴就是1万箱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鬼话连篇？鬼也吃干粮？鬼不是吃香火的。骆长风似乎早预料到我不会相信，他举起一个布袋。这里是黄金100两充作定金，若是能成，取货时我再给你黄金200两。我兴奋地伸手去接，两人的手不小心触碰在一起，那粗糙温暖的触感不是鬼，我忍不住开口，满脸震惊。你是人？你以为我不是人？我这后门是条死胡同，里面根本不能过人。骆长风看到了我眼里见鬼的神色，二人都沉默下来。我觉得我们得开诚布公地谈一谈。好。一番交谈过后，我震惊了。你说你是大梁的将军，攻打雍州未果，现在停留在雍州城外一个叫西麻镇的地方。你们1万将士补给断了，现在缺水少粮，然后你阴差阳错发现了这道门，进了我的铺子。现在你想通过我的铺子购买足够多的粮食和水给你的将士们用。骆长风见我问完了，他便开始了。你是说你们城镇的人都穿你这种衣裳，并且你们国家有14亿人，你们日常都能吃饱饭穿暖衣裳，住上这样的房子。你们国家不打仗？我犹如小鸡点头似的不断点头。一番询问之后，留给骆长风的只有羡慕。你们太幸福了。可随后骆长风却上下打量了我一下。既然都能穿得起衣裳，你为何穿这样少？你什么意思？是我说错话了，还请姑娘原谅。我见他诚心道歉，便决定原谅他。骆长风离开时，带走了今天买的压缩饼干和矿泉水，另外留下50两银锭。我先把布袋子打开，里面是朴实无华的10锭黄金。我拿起2块金锭装在挎包里，前往当铺。想进5000箱压缩饼干和水，至少要80万。我没钱，只能先去卖金锭。顾彦周看到我进来时，眼睛亮了一瞬。美女又来了，今天有什么好货？我看着店里多出来的一个老者，没接话。顾彦周看出我的警惕，主动介绍。这是我的导师，文物鉴定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年老师。我心中的警惕放下许多，我拿出了一坨卫生纸放在茶几上。年教授小心翼翼打开了那坨卫生纸，当金黄锃亮的一块金锭出现在二人眼前时，二人还是震惊地瞪大了眼睛。这是金锭。金锭这东西跟银锭可不一样，哪怕古代寻常人也不用金锭做交易，在市面上流通极少。这东西你也要卖？我点点头。我急需用钱。这个金锭给80万行不行？80万啊！我有2个。年教授和顾彦周顿时绷不住了。我一离开当铺，就跟批发铺的老板打电话订货。第二天，骆长风准时到来。看到装满货的平板小拖车时，眼睛亮了一下。骆长风将一个羊皮袋子递给我，我打开袋子一看，20块金锭，满满当当装了一袋子。尾款付清，你拉货吧。骆长风将一拖车货拉出后门，外面等着的将士们立刻麻溜的卸货装在马车上，再让骆长风将空车拉回去。骆长风有些兴奋，几千箱物资足够开打，说不定能直接打下雍州。老板，你这里可有治疗外伤的药，还有清洗伤口用的烈酒。你是怕打仗受伤以后没有药物是吧？这个好办，你给银子我给你去调货。暂时只有这些，若是不够，等下回我再拿过来。骆长风又递过来一个袋子，里面有20个10两银锭和10个10两金锭。我也干脆看过之后就答应了。行。喂，老板，我是超市的，要300斤双蒸酒，尽快送到超市。我直接从附近一个酿酒房的老板那里下单了酒精，不一会300斤的双蒸酒就送到了我的小卖部。解决了酒精，我又直接外卖买了止血粉和气雾剂，以及伤口免缝和敷贴和各种消炎退烧的药。等都买完了，我大致看了一下，总共差不多6万，应该暂时够了。天黑的时候，骆长风再次踏进了我的小卖部，只是他身上有浓重的血腥气，铠甲上沾染了暗红色的血渍，脸上倒像是刻意擦干净过，头发却乱糟糟的。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
这是开打了。这是我给你买的药，可能和你们用的药不太一样。这上面的字你认得吗？我就猜你不认得，你们的字我也不会写，我念给你听，你自己写了贴在上面带回去用行不行？多谢。我直接拿出一大包贴签，简单的念出使用方法和对应的症状。骆长风则是写完一张就贴在一类型的塑料袋上，很快就贴完了。这里面是你要的猎球，你要不要尝尝？不必，今晚还要攻城，严禁饮酒。那行，你都拿走吧。若是效果好，以后我还找你。没问题，你只需要照着上面的说明用，就一定有效。6万块的货卖了8个金店，按一个金店80万，这也有800万，暴富啊！这简直是。明天我还来。拜。夜晚我做着美梦入睡，却不知道骆长风正带着麾下士兵夜攻雍州城。骆长风今夜差点被留在营地，不让带队上战场，只因为今天他带回去的药太好用了。白天第一波冲锋的士兵有许多受伤的。朱大夫听了骆长风的介绍，将手洗干净后，戴上了那个软乎乎的无菌手套，给大家清理伤处。伤口不深的，用铅蘸了烈酒擦拭过伤口后，上了那个喷雾剂，吃了骆长风带回来的一颗一颗的药，竟然没发热，伤口还结痂了。元帅骆中海今天也受伤了，胳膊被划开了一条手指长短的口子。朱大夫用烈酒擦拭过伤口后喷了药，用了那个免缝针敷贴，他又冲锋陷阵去了。结果等回来后发现，那处伤口不仅没有如往常般迸裂，还收敛了。这是要好的征兆啊！朱大夫和骆中海大吃一惊，这药竟然这么厉害的吗？从前一场战争下来，伤兵至少也有几百，不能再上战场。可今天这样处理了伤口过后，除了重伤兵士需要休息，轻伤兵士用了免缝针敷贴，再上战场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要知道，许多士兵不是在战场上被杀死的，而是受伤后没治好感染死的。为此，骆中海特意找骆长风商量。风儿，要不一会儿你就别上了，伤兵需要用药，你还能再进那商铺去买药。你若是出了事，再想买药，可就没机会了。骆长风想了想，选择多穿一件牛皮甲。这样你放心了吧？骆长风还是上战场了，因为有了神奇的药，无形中让军心更加稳定了。大家都知道受点小伤根本无碍，于是大家冲锋进攻更加勇猛了。雍州城破时，驻军将领怎么都想不通，他们不是缺吃少喝好几天了吗？怎么如此勇猛，都不怕死吗？随着城破，骆长风沉声下令：城中富户可以劫掠，不许杀百姓，不许淫人妻女，违令者斩。众人大喜，纷纷冲向城中那些高墙大院的富户。骆长风看着蜂拥的士兵，眼底全是冷漠。被挡在城外饿了好几天的士兵需要发泄心中的愤怒。骆长风回了西麻镇。这次伤兵的数量和所需的药品数量各是多少？这个要1000个，不，越多越好。还有这个。哎，来人，命人将富户家搜出来的金银档都送来，还有钗环首饰和衣料，选好的送一批过来。那位年轻的女老板或许会喜欢首饰，想从人家那里买最金贵的药，总该有所表示。仔细挑选，挑最好的整理好。你看看，这样的数量可否？能不能尽量多买些？这些还不够用？今日是够用了，可若是以后再想用，难道还千里迢迢来西麻镇买？要趁着能买得到，尽量多买些。明白？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我早起洗漱完毕，刚打开超市后门，骆长风就推门进来了。一照面，双方都愣了一下。男人应该是特意换洗过，一身干净利落的绛红袍服，配着头上的白玉冠，整个人瞧着精神奕奕。男色惑人，我心中飘过4个字，脸上却一本正经。仗打赢了，不用穿铠甲啦。骆长风也脸色微红，他发现这个女子似乎对自己有些好感，今日为了达到目的，特意换洗打扮了一番。若是从前，这种事情他是绝对不屑去做的。为了1万将士的伤药，牺牲一下色相又何妨？骆长风将自己劝好了，鼓足勇气将面前的匣子推过来。这是送你的。匣子被骆长风放在柜台上打开，里面是满满当当的一匣子珠宝首饰。我反应过来，小心翼翼的一样一样从里面拿出来，里面有镶嵌宝石的发簪、耳环、项圈、戒指、手镯等等，一看就是古代的能工巧匠们一点一点纯手工制作的。我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，这样一匣子的珠宝首饰，
在古代只怕是价值不菲。我想了想，问骆长风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这些纯是送你的，我还准备了金银锭，想再从你这里买些药，不知可能行？没问题。骆长风从袖子里掏出一沓单子念给我听，我听完有些凌乱。你这分量搬空一个药店都不够，我不确定能给你买来这么多。我们这里有些药买是会惊动官差的，搞不好我会被抓进去。要不你等等，我先记个数，出去问问况，再给你答复。好，那我晌午过来听消息。这个你之前送了我2箱，味道很是不错，这个怎么卖？我一看笑了，方便面调料包的味道可都是科技与狠活，古人哪能扛得住诱惑？你喜欢再送你2箱，你如果要买的话，5两银子10箱。这是加量大包装的方便面，1箱24包，进货价也要将近60块了。5两银子的银锭等于6000块，只赚9倍的差价，很良心了。骆长风递过来一个10两银锭。我这里货不够20箱，晚点给你调货过来，你先拿2箱走，算送给你的。骆长风没客气，抱着2箱方便面要走，我又给了他2大包淀粉肠。你把外包装撕开以后，里面的肠放在泡面里一起吃，好吃。骆长风看着淀粉肠点头，目光落在了下面货架上的2锅头上。上次你送的烈酒，将士们说味道很不错，可那个酒朱大夫要留着给将士们清洗伤口用，不让喝。将士们打了胜仗，想喝酒庆贺一下，你可否再卖些酒水给我？行。又拿了方便面回来，这个是什么？老板娘说这是淀粉肠，扒皮后可以直接吃。好吃吗？不是，我先看看有没有毒。朱大夫说着，主动将方便面和淀粉肠接过去，拿着碗筷准备试毒。随着方便面香味的飘散，无数双眼睛看过来，嘴角流下不争气的泪水，好羡慕朱大夫可以试毒。目送骆长风离开，我站在原地呆愣几秒。20几年了，第一次有男人送自己黄金宝石的首饰，就冲着也要把这生意做圆满了。我直接去了一趟大药房，找到里面的老板傅大川，他和我的父母曾是好朋友。傅叔，我有点事情跟你请教。我就说，你这丫头如果没事儿，肯定不往我身前凑。我有个朋友想买些药，因为量比较大，所以托我来问问你，这种情况怎么办？多大的量？我摸出单子递过去，傅大川看清楚了面前的字以后，眼睛蓦地瞪大了。这么多！傅大川又一次认真看单子，单子上都是一些常用药，主要也是用于消炎和外伤的。傅大川思前想后，终于点头。你上面这些药，我可以去给你进货，最快也要3天，你看行不行？行，那最快的一批什么时候能给我？我那边急要。我这就去给你看，看到底还有多少库存。现有的库存都在这里了，你先拿回去，剩下的3天以后，我给你送去你的小卖部。多谢傅叔。等3箱药搬到了小卖部，我又去了酿酒房，订2000斤烈酒，尽快送到超市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我拉出躺椅来往门口一坐，守店生涯就开始了。没多久，骆长风进来了，带着1箱子金锭。都给你备好了，你看。先算钱，这些是300两黄金，抵这批药和酒的费用。没问题，数量刚好。以后别给我银子了，我只要金锭，而且要完整没磕碰，有印桌的。没问题，都按你说的来。这次抄家得的白银数10万两，黄金数千两，够来这里买好多次东西了。这2000斤酒，1人1碗就没了，能否多要一些？你尝尝再说。这样的酒，1人1碗还不够？够了够了，没想到这酒这么烈，若是喝太多，容易误事。你们先把物资运走，我还有事和老板娘商量。
随后就来。将士们早就听说那神秘的铺子里东家是个女子，顿时都起哄。怪不得将军今日打扮的玉树临风，原来是为了老板娘。将军若是忙，今晚不回来也是可以的。一帮兵痞子哈哈笑着提着酒桶跑了。骆长风摇头失笑，这才回头进了我的小卖部。骆长风将一袋子金锭交给了我，我打开看了看，又是30个金锭，2000多万呢！这些药还需要3天才能备齐，你那边来得及吧？骆长风心里突然有些怅然，他忍不住主动解释起来。这些药并非现在就用，而是为以后准备。后续军队会被调走，届时再想来了你这铺子就不容易了。这铺子只有你能进，你无论在哪里都能进得来。你只需要心中默念着万能小卖部，就能看到万能小卖部多的门了。骆长风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真的？骆长风立刻就出去试了一试。真的能进来？我刚刚就是在空旷的平地上走进来的。我也高兴，唯一的客户维护住了，以后还能继续发财。一高兴，我递过去一瓶奶茶。我请你，免费的。骆长风接过拧开喝了一口，顿时瞪大了眼睛。这个味道很香甜。还有这个小零食，你也尝尝看。好吃。这是肉干吧？我们也试着做过肉干，味道却没有这个好，而且天热容易坏。这个不会坏掉，它做了防腐处理，是真空包装，里面没有气。你若是带了打仗时候吃，这样的天气最少能放1个来月都不会坏。这个好，你这里有多少？一会儿我都要。骆长风果然动心，我点点头，将肉干都装袋子称了，又抓了一把小包装的豆腐干和各种口味的豌豆，当整整一货架的小包装食品，都被骆长风尝试过后打包算钱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推销了。反正以后你还能再进来，要不这次就买这些吧。也好，那就先这些。那个桶装了水以后不会变味，比牛皮水袋好，下次能否卖一些给我？这是小事，没问题。这些一共多少钱？你看着给就是。都怪之前赚的太多了，现在开价都不好意思开了。骆长风却误会了我的意思。他莫不是被我今日刻意修饰的皮相迷惑，乱了方寸？我以男色惑人本就不地道，若不能坚守本心，只怕自己都要唾弃自己。该给多少就给多少，我总不能占你便宜。我依然没开价。骆长风想了想，给了一个10两金锭。这些可够了。够了够了，还有多的，含泪怒赚几10万，慢走，下次再来。随着他走出后门，3、4个士兵上前接过骆长风身上的塑料袋。朱大夫赶忙提醒：先让我试试毒。不必试毒，我在铺子里已经都试吃过了，口水都分泌了，居然不让试毒了。今晚大军在雍州城庆贺大捷，西麻镇这边留100人就行。副帅，不必留人在西麻镇了，我无论在哪里都能进入那个神秘的铺子。那行，全军前往雍州城，今晚就驻扎在雍州城外。全军前往雍州城，今晚就驻扎在雍州城外。入夜后，篝火燃起来，牛羊肉烤起来，一桶一桶的烈酒也被搬出来。安排好轮岗的人后，剩下的将士们1人2两烈酒，牛羊肉随便吃。一开始大家还心中不忿，觉得这酒太少了，谁知2两喝完，居然醉了将近一半的人。大家这才知道这酒到底有多厉害。这酒居然这么厉害！骆长风坐在人群中，时不时应付着前来敬酒的将士，面前放着今天刚买回来的小包装零食，腹中还等一干将领也吃着小包装零食，边吃边聊，不亦乐乎。小鱼干他们吃过，可这样美味且油水十足的香辣小鱼干他们没吃过，豌豆他们吃过，这种香酥豌豆他们没吃过，还有些他们见都没见过。这么好的下酒小吃时，停不下来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这些东西你们从前没吃过，若是一次吃的太多了，肠胃难免不适应，容易不舒服。如果吃坏了肚子，记得吃这个长川丸。好。骆长风怕吃坏了肚子，今晚很注意不多吃。可将领们之前没吃过，这会儿吃的不亦乐乎，哪里还顾得上拉不拉肚子？最先吃过这个隐秘的优越感，让骆长风嘴角上扬。我送走了骆长风，才想起来自己还没吃午饭。本来想把生意做完了就去吃饭，谁知道今天骆长风抽什么风，居然聊到那个时候。不过赚了这么多钱，我1秒钟原谅了骆长风。将金锭放进保险柜后，我又给酒厂老板打了个电话，让他帮忙订1000个10斤的塑料桶，尽量快些要。老板一口答应下来，
第二天一早，塑料桶就送来了。我干脆利落的让人将塑料桶放进库房，给老板结了账。万能小卖部开始营业，几乎是刚开门，骆长风就走了进来。我愕然，你是不是等了很久了？不然哪有这么巧？我照着你说的法子走进了屋里，门没开，我就站在原地等着。等了多久？没多久。骆长风似乎不想在这件事情上纠缠，直接转移了话题。塑料桶到了。到了，都在库房呢。骆长风却没有直接给钱拿东西走人，指了指空荡荡的零食货架。将士们都觉得这个好吃，还能不能再来点儿？没问题，估计一会儿就送来了。骆长风的视线又落在了那些绿绿的包装上。还有什么好吃的？你都给我说说。这事儿我爱干啊。这个叫鱿鱼丝，是海里的鱼做的。有些人觉得腥，有些人特别爱。你尝尝。这个是溜溜梅，和你们那儿的蜜饯差不多，你尝尝。这些都是饼干蛋糕，各种口味的，你也尝尝。骆长风听劝，每样都尝了。除了这个，其他的全都要了。眼看着又有2面货架清空，骆长风还不知足。还有什么好吃的？我回头给你弄些没吃过的，你选爱吃的，我再进货，给你定制服务。身为我们小卖部的顶级 VIP， 您值得拥有。好。骆长风乖得像个宝宝，我看着他俊朗的脸，难得有负罪感，主动岔开话题。你们接下来怎么安排？现在还不知道，朝廷已经派人来了，等人到了就知道了。如果你离开了雍州城，会去哪里？可能会回京。我和我爹都觉得，朝廷大概会让我爹留在这里领兵，让我回京做人质。那你岂不是不能再继续领兵了？骆家军的万人吃穿用度也不能找我采购了。所以我爹说，让我趁着还在这边，尽量从你这里多采买一些能留给骆家军的东西。我立刻变得精神百倍。骆家军还需要什么？尽管说。你等等。他用平板小拖车直接拖进来一个箱子，箱子打开，里面是齐齐整整的一箱子金锭。骆长风指了指箱子里的金锭，这里有5000两黄金，你看看能买多少东西，都给我安排上。这几天就要，越快越好。等朝廷的人来了，这些黄金就要上交给朝廷，骆家军毛都不剩下，还不如交给他，至少还能从他这里得到些东西。我愣住了，这些哪怕熔做成一坨，论克卖也能卖1个亿啊！若是按照1个金锭80万呢？这简直是天价大单。衣食住行，你们骆家军最缺什么？衣和鞋，烧水用的大锅，那个压缩饼干若是能弄，就再给弄一些。这东西不占地方，还不容易坏。若是囤一些，关键时刻可以保命。若是方便，还请姑娘再准备一些药，能放久了不坏的最好。我点点头，直接拉过一张纸来，手机搜着网店的价格，跟骆长风开始盘算。医鞋好办，网购平台找个同省专卖军用医鞋的，一套90块，1万套直接订货，让人送货上门。鞋20块一双，1万双让人送货上门，杂七杂八加起来至少要200来万。若是加上压缩饼干和药，那就要再加100来万。我的钱不够了，要用你给的金锭先去换钱，才能继续进货。时间紧迫，要不你先走，我去换钱备货。骆长风刚刚看我用笔写画画，嘴里念念叨叨，就觉得我特别厉害，忍不住都看呆了。骆长风忙起身，那我先告辞。骆长风拿了东西就要走，临出门时问：这些桶多少钱？不用了，你这些金子够这次订货的所有钱，还有多的。骆长风深深地看了一眼我，转身走了。这姑娘穿的怪异，心思却不坏，明明可以要更多钱，她却主动放弃了。可她明明也很爱钱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是可信之人。骆长风一走，我就关了后门，准备将多余的金锭放进楼上保险柜。可我上楼一看，搞笑的情况出现了，保险柜塞不下那么多金锭，我牙疼。咱现在也是钱多的没地方藏的人了。我直接出门去了当铺，卖了4个10两金锭，直接320万到手。我目标达成，准备告辞离开。一些压缩饼干都不是当天就能到的，我网上下单后，对方表示明天到货。到家时，我要的方便面、小零食都送来了。万能小卖部开业，后门刚打开，骆长风就进来了。骆将军又等了很久。没等多久，就是时不时试试看能不能进来。一次给那么多金子，神秘铺子的东家会不会卷款潜逃？他将黄金一股脑儿给出去以后，有个副将表达了担忧。骆长风想了想我的行事作风，他不会。副将怜悯地看了一眼骆长风，不敢将质疑再挂在嘴上。骆长风随后半天只要得空，
就会尝试进超市。他自己也说不清楚，是担心副将一语成谶，还是想证明给副将看。好在大半天的功夫，他总算又进来了。我指着刚拉过来的货，之前跟你说的方便面和小零食都来了，你看看，没吃过的都尝尝，选你喜欢的带走。我都带走吧，他们爱吃。这个，下次给我多来一些。哦，你喜欢这个？我爹喜欢。我脑子里瞬间冒出张飞吃棒棒的画面，吞了一口唾沫。我决定不问。还有这个，下次也多来些。他们以前没吃过，都觉得好吃，又香又甜，还弹牙。我艰难点头。科技改变生活，科技改变古代将士的零食爱好。我已经网上下单了衣鞋、大锅这些，最快明天下午送货过来。你明天下午来拿第一批货就行。好，我明天准时来。骆长风答应着，人却不走。我看他左顾右盼的，就是不走。于是又跟他介绍起店里他没尝过的各种吃食。如果说各种饮料打开了骆长风的眼界，各种口味的冰激凌则让骆长风眼睛都瞪大了。这是什么？冰淇淋放在这里居然不会融化？那是自然，这叫冰柜，专门用来冷藏食物。那饭菜呢？放这里头也不会坏？放几个月不成问题。给我来几个。骆将军，这冰柜需要配合有电才能使用，电这个东西你们那里没有。那怎么才能有电？小伙子想发电是能做到，但是你现在想用不合适。为何？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骆长风秒懂，如今自己父子两个率领的骆家军本来就被忌惮，如果再多出这种逆天的东西来，谁知道皇帝陛下怎么想？骆长风认认真真拱手行礼。姑娘考虑的周全，小子受教了。我也是为了自己，你若是出了事，我跟谁赚银子去？骆长风被他说的笑了起来。你说话总是这么率真吗？说我率真的，你是第一个。最终骆长风用我提供的泡沫箱装了一箱冰激凌走了。我要让士兵们感受一下盛夏吃冰的快活。这东西冰凉，吃多了容易拉肚子。没事儿，你那个药好使。果然，骆家军的将领们吃到冰激凌的瞬间，眼睛都瞪大了。这遍地黄沙的雍州城，居然能吃上冰，而且还是这样好吃的冰。临近中午，我接到了第一个送货电话，是衣鞋和帽都到了，1万套衣鞋直接将库房都塞满了。万能小卖部再次开业，骆长风很快进来了，看到满满当当的2个拖车的衣帽，骆长风也吃惊。真的这么快？这个时代到底有多厉害？竟然1天时间就弄来了1万人穿的衣帽。你赶紧弄走，接下来还有锅碗瓢盆，还有鞋和压缩饼干，你可能还要再来2、3趟才能拿完。骆长风这才快手快脚忙活起来，好在他那边有许多将士可以卸货，效率倒是极高。等忙活完，天都快黑了，骆长风累出了一身汗，我也不想动了。见骆长风一副累坏了的样子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。要不我请你吃饭？骆长风有些惊喜。你这里还能吃饭？那有何难，包你吃饱。我直接热了2盒自热米饭、鱼香肉丝饭、牛肉笋煎饭、回锅肉饭、台式卤肉饭。我估摸着骆长风胃口大，直接弄了4份。骆长风眼睁睁看着我将冷水直接倒进盒子里，再将一个小包丢进去，把干巴巴冷冰冰的饭菜放在上面盖上。不多时，那里面就有热腾腾的蒸汽冒出来。再过一会儿，我掀开盒子，1份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居然就好了。尝尝，刚热好的。我乐呵呵地将其中1份推过去，骆长风犹犹豫豫拿起了勺子尝了一口，下一秒骆长风眼睛都瞪大了，他看一眼我，再也没忍住，埋头将1份饭吃了个干净。等他吃完了，抬头才发现我那份饭只吃了2、3口。我指了指另外2份，都是给你准备的。骆长风没客气，风卷残云一般将另外2份饭又吃干净了。吃完饭的2个人坐着小板凳聊天。这个为何放冷水进去就热了？你见过石灰倒进水里面的场景吗？懂了。可米饭为何热这么一会儿就熟了呢？它本来就是熟的，不过是之前脱水了，现在再加热，很快就热了。我看这个菜肴并不是干瘪的，为何这样装着？这样装着能放多久？这是真空包装，里头没有空气，还放了防腐剂。何谓防腐剂？骆长风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，我尽力回答着，回答不了就百度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已经晚上9点多钟了。我看着骆长风，很晚了，要不你先回去，还需要什么明日再来。好，光顾着问了，都忘了时间。
那我就先走了。嘴里说着要走，眼睛却四处看，显然还是不舍得走。看到重新放满了的货架，骆长风再次选择清空，连带着自热米饭一起，将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带走了。这些东西多少钱？不必了，你之前给的太多了，足够了。若是不够了，你随时告诉我，我不能让你吃亏。我点点头，这互相信任的生意啊，简直是太让人高兴了。而且客户还这么帅，坐在一起说话都养眼的不行。到了第二天，一整个白天我都没有再见到骆长风的影子，直到夜晚，骆长风鬼鬼祟祟地摸了进来。他今天穿一身灰色短打衣裳。今天是个什么造型？我是悄悄从营地出来的，朝廷的钦差来了，我不能让他知道我的存在，所以穿成了这样。钦差今天到雍州城，是来宣旨的。宣旨内容定了？定了，我明天一早就回京城。我爹驻守雍州城，果然和我猜的一样，回京做人质。日后就算能进你的铺子，也没法给骆家军送东西了。我怕骆家军日后遇险，我却不在身边。想问问姑娘，可有什么能帮得上骆家军的东西可以买？我仓促之下哪能想到旁的，举目四顾，目光突然落在了墙角的人字梯上，好像有一种铝合金的消防楼梯，那东西能弄得很高，或许他们可以用作工程梯。等等我出去一趟，你过1个时辰再来，若是有，我连夜给你弄过来。我先是在地图上搜了附近的消防用品公司，然后照着人家留下的电话打了过去，不多时就找到了一家卖消防楼梯的店。我立刻驱车过去，买了消防楼梯，还买了攀爬用的钩子，套在脚上的攀爬利器，钓鱼佬用的头顶小伞等等东西。这个轻便又结实，工程师能用，攀爬用的，抓力强。这么长，为何还这么轻？这个爪钩设计巧妙，强度和硬度却如此之高。这个轻巧实用，能减少将士们暴晒淋雨，也能少生病。有了这些东西，副帅能找铁匠复制，以后批量用上也不难了。姑娘，我骆家军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。不必客气，我们是互惠互利。日后但凡你有需要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这些吃食你都带走，让将士们也尝尝。多谢姑娘慷慨。我也需要你帮个忙，我需要各种瓷器玉器，你那边方便弄吗？没问题，我从战利品中挑最好的给你。明天清早我来送，你开门等着。翌日一早我就开了后门，骆长风果然很快就进来了。他将怀里2个瓷罐放在柜台上，从这次战利品中挑的，样式最好，没有任何缺损。说着骆长风又出去了。不多时，我面前就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。让我惊讶的是，其中居然还有几匹布料和几身衣裳。这衣裳是新的，料子在京城也算好的。这一匹是缂丝的料子，你看看可用得上。还有这个盒子里是一盒玉佩，我看着那一盒子各种玉饰，还有薄如蝉翼的料子和绣工精美的衣裳，眼下心中的震撼点了点头。多谢你了。说什么多谢？这些东西不给你，明日钦差就都带去京城了。有些瓶罐钦差看不上，最后或许就丢在军营腌盐菜了。既然你用得上，那自然是紧着你来。骆长风开始跟我道别，因为要跟朝廷钦差赶路，接下来赶路的这10天，我不敢贸然消失。可到第8天的时候，我正准备关门，却突然听到欢迎光临的电子提示音响起。我惊愕抬头，却对上一张近在咫尺的脸，竟然是骆长风进来了。骆长风似乎是喝了点酒，面颊微红，脸上带笑。我眼睛都瞪大了，往后退了一步。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这是到京城了？还没到京城，后天才能到。今天当地知府招待，他们都喝醉了，我装醉回了院子。这时骆长风看到了桌上的剩菜剩饭。你还没吃饭？我有些尴尬。吃过了，这是没吃完的。骆长风突然道。我还没吃饱。骆大将军看着面前还剩2/3的蒜蓉开边虾，以及松茸炖鸡和青菜，满眼渴望。我内心挣扎了一下。这是我吃剩下的，要不我给你弄个自热米饭？这个我没吃过，是一种虫子吗？这是虾，海里的东西，半剖开用蒜蓉炒香，铺上去蒸熟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吃吗？那要不我给你加热一下，你尝尝。我就吃这些剩下的，不用另外准备。吃剩菜还笑，真是。既然尊贵的 VIP 客户非要吃我的剩菜，那就贡献了吧。微波炉一一打热，端上桌来。骆长风吃得狼吞虎咽。这架势哪里像刚吃过血，就跟3天没吃过东西一样。吃饱了吗？
要不我再给你热一盒自热米饭？不用，我就是突然想来看看。喝点这个，它能帮你更快的解酒。喝了酒的洛长风很乖很听话，就真的喝了2口蜂蜜柚子茶。我没话找话。这几天你们在路上还顺利吗？洛长风突然有些委屈的微红了眼。我只是有点想来看看你。我这里随时欢迎你过来。你要吃点什么，我也给你准备。多谢姑娘。你是我的大客户，这点小事应该的。我明天还想吃这个。行，明晚我就定，到时候你来吃。除了这个，我再给你买些别的海鲜。洛长风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我，他的眼神太灼热，我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正要挪开视线，却突然看到洛长风脖子上起了红疹子。我愣了一瞬，以为自己看错了。你脖子上是什么？洛长风伸手去摸，咦，怎么起痱子了？他伸手准备挠，我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洛长风别是海鲜过敏吧？不能抓！天爷，他这要是海鲜过敏，自己算不算亲手毒杀至尊 VIP？ 这是断自己财路啊！你以前吃没吃过鱼虾？吃过的，我爹以前用猪肉跟隔壁渔夫换过。那海里的呢？没吃过。不过是短短几句话的功夫，洛长风的脸上也开始起疹子，他开始觉得脸上也痒，伸手就要挠。不能抓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给你买药。洛长风乖乖答应下来。好。我开了库房门就往外跑，飞奔着去买过敏药。快，要过敏药！我朋友海鲜过敏起疹子了，严重的话要尽快送医院，会窒息的。我知道了。我拿着药飞奔着回家，在看到洛长风的时候，洛长风已经满脸满脖子都是红疹子了。可他也是真乖，我不让他抓挠，他就真的忍着不挠，2只手忍成了2个大铁拳。快把药吃了！我喘着气拿出一瓶矿泉水拧开给他，将药抠出来让他吃。见他吃下去后，我耐着性子等药效起反应，同时又怕他喝了酒会影响药效。你多喝水，把这一瓶水喝光。洛长风听话的将一瓶水一口气就炫干净了，喝完了，他嗓子都有些嘶哑了，我嗓子也干巴的厉害。洛长风如果真的因为过敏窒息而死，自己的财路就断了，更何况这是一条人命啊，还是曾经给了自己这么大帮助的人。我眼巴巴盯着洛长风的脸和脖子，紧张和在意让洛长风忍不住嘴角微勾。我没事的，这会儿觉得好多了，没那么痒了，真的，感觉好多了。是好多了，就是有点困。卖药的说了，这药吃了是睡，你现在需要睡觉，明天醒来了再吃一次那种药。洛长风强撑着起身。那我回去了。你这样回去行不行？实在不行，在我这边休息。洛长风眼神不由自主看向楼上。我若是不回去，那些人找不到我会引起戒心，对洛家军不好。我现在与他们在一起，这药不方便带着，我明日再找机会过来。我有些担心的目送他出了后门，想了想，索性后门就没关，反正后面是个死胡同，谁也进不来。这边我心中惴惴不安去睡觉，洛长风却一觉直接睡到了日上三竿，直到房门被人推开，洛长风才惊醒过来。谁？哎，洛将军啊，我还以为你怎么了，叫门叫了半天也没开，没想到只是喝醉了睡晚了。人只要没跑就好。抱歉，胡大人，我昨晚贪酒多喝了点儿，这就洗漱出来。不多时，洛长风精神奕奕的出来了。胡大人，走吧。我早起后发现洛长风并未出现，心中很是忐忑，也不知道昨夜那个药到底起效不起效，自己的至尊 VIP 客户到底是好了还是死了，心中惴惴不安，却又没有法子。眼看着到下午3、4点了，洛长风依然没有出现，我坐立不安。晚饭时间到了，我没心思点外卖，将早上和中午剩下的饭菜热了热吃掉。吃完了我又觉得不对劲，自己昨天答应了给洛长风点些吃食的，他若是来了，什么都没有怎么行。于是我又给他点了个排骨蒸糯米饭和一份小炒黄牛肉。外卖送到，洛长风还没出现，我心浮气躁，索性把前门关了，坐在小圆桌前专心等洛长风。到了晚上9点，随着一声欢迎光临，我忽地站了起来，看向后门，他来了，人没死，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洛长风看着我面前的外卖饭盒，有些诧异。你还没吃饭？一说到这个，我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。这是给你点的，多谢你了。洛长风面颊微红，却不明白我怎么突然不高兴。排骨蒸糯米饭就是一个笼屉，小炒黄牛肉瞧着油汪汪的，很是诱人。今天不敢给你点海鲜了，你吃这个吧。洛长风答应着开始大快朵颐，我正好认真观察他的情形，还不错，脸上和脖子上的红疹基本都消了，只有特别严重的地方还有一点痕迹。洛长风两边脸颊吃得鼓鼓的，被我这么打量，也意识到我在担心什么。疹子已经好了，不怎么痒了。
我告诉他们昨夜喝的酒不对劲，我发疹子了。他们请了大夫，今天就没敢给我喝酒。我点点头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没事就好。骆长风见我不说话，呼啦啦将饭菜吃了个干净，这才拍拍肚皮。吃饱了。就吃这点够了吗？不够我再给你弄点别的。够了够了，嘿嘿。那明天我再给你留点饭。听到这话，骆长风眼神中露出一丝犹豫。明天他就能进京野会面圣，但不知道陛下那边什么情形，他也不敢说明天就一定能来。骆长风看了看那满满一货架的各种吃食，你这里的吃食我不能带出去，只能等下次了。那明天我进一些你们那边买得到的零食，外人看不出来不同，味道却不一样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那我走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我点点头，特意交代。后门我不关，你什么时候有事都可以来。晚上也不关？反正除了你，别人也进不来。你若是需要什么，只管拿。晚上我不在的话，你要的东西如果这里没有，可以在柜台那里留言，纸笔都在那儿。虽然你的繁体字我认起来有点难，但我有办法。对上我灿烂的笑容，骆长风眼底有些发热。我父子为大梁南征北战，皇帝不说嘉奖，却先想着提防，将老父亲留在边关，让我回京为质。可眼前这个明明只是买卖关系的怪异姑娘，却给予我这般信任。多谢姑娘。不用客气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确定了骆长风的安全，我没了后顾之忧，踏踏实实去睡觉。一早起床，我先是去了柜台，却发现并没有留言，显然骆长风昨晚没有再过来。我也不失落，收拾好了自己继续开铺子。到了晚上，我闲着无聊出门溜达，想着要不要给骆长风点外卖。虽然他昨天就说了今晚不一定会过来，可万一他过来呢？跟皇帝吃饭，他未必能放开了吃。正好路过一家网红糕点铺，我买了各种蛋糕、泡芙、三明治，满满一袋子。就算今天不来，明天后天也能吃。一番折腾，回到小卖部都快10点了。我开门开灯，下一秒瞳孔猛然放大，死死捂住了嘴巴。后门口躺着一个人，浑身是血，是骆长风。冲过去查看情况，骆长风还有意识，看到我冲过来，他声音很虚弱：“那个止血的药还有吗？给我来点儿。”我家里没有，我现在去给你买，你一定要挺住。我慌乱地冲出了家门，等拿着药飞奔回小卖部。骆长风已经快要昏迷了，我拿来了柜台上的剪刀，抖着手给他剪开了身上的袍服衣裳，酒精消毒，药粉撒在伤口上，再用那个免缝针敷贴给他粘贴上。正面的伤口处理完毕，我又费力地将骆长风翻身过来，背面也有。骆长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眼神涣散，昏迷过去。好不容易将人收拾完，我累出了一身汗，一屁股坐在骆长风身边大喘气。缓过神来，我咬咬牙，又从楼上抱下来2床被子，下面铺1床被子，让他躺在被子上，再给盖上自己，就算尽力了。骆长风，翻个身！骆长风迷迷糊糊睁了一下眼睛，配合我的推搡翻了个身，总算躺被子上了。我将另一床被子盖在他身上，又拿矿泉水和药给他吃，扶着他脑袋喂他吃下了消炎药。张嘴，吃了药就好了。忙活完一切都快12点了，我转身又上楼去抱被子下来。我要在骆长风旁边打地铺，重伤的骆长风无论如何也需要人守夜，免得半夜死在这儿了。晦气是其次，主要是钱，这可是自己万能小卖部唯一的客户啊。上半夜骆长风还挺好，一动不动堪称模范病号。下半夜骆长风就开始折腾，先是跟毛毛虫似的扭啊扭，后来就开始说胡话，一开始喊爹你快走，后来又喊娘你别走。咋的？爹娘有别，还一个让走一个不让走。我擦，酒精监控温度喂退烧药，忙得焦头烂额。好不容易天亮时，他的烧退下去了，我也累坏了。等我醒来，一睁开眼睛，就对上一张近在咫尺的帅脸。我短促地喊了一声啊！等我意识到这是自己的金主爸爸骆长风时，赶忙又捂住了嘴，爬起身。你好些了？骆长风侧身躺着，身上盖着被子，他脸颊微红，也不知道是烧的还是囧的。姑娘，我身上的衣裳呢？我用剪刀剪坏了，扔那儿了。你剪的？不是我还能有谁？我总不能去外面找大夫给你吧？到时候我如何解释你的来历？我没有怪你的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骆长风咬咬牙，姑娘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骆某无以为报，愿以身相许。我一骨碌站了起来。你可别碰瓷儿啊！我只是救了你，没别的意思。就是路边一条狗，我看它伤成这样也会救的。啊呸！这是什么蠢话？不就是看了你的身子吗？我们这里对这事儿看得没这么严重。如果是为了救命，看了也没关系的，大家都不会往心里去。
最多送点礼物表示感谢就完事儿了。我的暗示都快成明示了，你该懂了吧？你救过几个人？看过几个男子的身子？大哥，你的关注点出问题了，请听最后一句。当然只救过你一个，我所在的国家很安全，这种事情一辈子都碰不上2回。骆长风的神色好了一点，他也没再执着于以身相许，而是开始关注另一个问题。你这里可有男子的衣物？有，你等会儿，我去给你拿。我先是从货架上拿了一盒男士内裤，拆开递给他。这个你应该能穿。这是裤衩子，穿这儿的。见骆长风还是一脸茫然，我比划着穿这儿的，骆长风脸又红了，忙接过去塞进被窝要穿。我也觉得尴尬。你先换着，我去给你找件上衣和裤子。去年老爸过世后，绝大部分衣服都拿出去烧掉了，只剩下一套留着做念想的。我上楼找出来拿给骆长风，骆长风穿上短了。好难看，你比我爸高太多了。你等等，我给你去买。骆长风乖乖点头，把被子盖好。夏天的短袖大裤衩不贵，一套才几10块来2套。想了想，我又买了菜和肉。这几天最好还是别出门了，专心伺候金主爸爸比什么都重要。这是给你买的新衣服，试试合不合身。再配上这个，走路方便。你在这里换衣服，我去厨房做饭。骆长风乖乖答应，目送我去厨房做饭。骆长风吃得多，我直接煮了一大锅饭，炒了个豆芽炒肉和猪血汤。端饭菜出来的时候，骆长风已经坐在桌子边了。我看了一眼他扣得整整齐齐的扣子，劝道：你身上还有伤，晚点还要换药，穿着裤子就行了，衣服可以不穿。骆长风低头看了自己的衣裳一眼，等换药的时候我再脱。好吧，你的身体你做主。我招呼他吃饭，看他泛白的唇色和缓慢进食的动作，我叹气：你这伤势至少还要养一段日子。你不是说进宫面圣吗？怎么伤成了这样？应该是二皇子的人干的。我惊讶地看着他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骆长风一边缓缓吃饭，一边缓缓分析：陛下不会想让我死，毕竟我死了，陛下会担心我爹造反。活着的我比死了更有用。太子也一样，天下终归是他的，乱起来没好处。只有二皇子大概最希望我爹造反。随着骆长风的解释，我对大梁朝的现状有了些许了解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得回去。现在？再晚点。可你现在还一身都是伤，没事吗？有了这一遭，想来陛下会叫人保护我的。我只好点头。骆长风却又想到了什么似的：陛下赏赐了我1对玉如意，还有黄金500两，过2天我都拿来给你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要用钱或者用东西来表示感谢吗？骆长风说这话的时候眼角含笑，我罕见的尴尬了一瞬，原来他之前都听明白了呀。我嘿嘿笑着答应下来。好。皇帝陛下当时说了，这对玉如意可以拿来下聘。拿了我的玉如意，你可就是我的人了，不能再看别的男子的身子了。我对此一无所知，给他重新换好药后，骆长风却拒绝再用那个敷贴。这东西不能叫人看见。可你的伤口……没事，等我回去，会有人给我处理和包扎的。好，你再吃一次，巩固一下。骆长风又乖乖答应了。我没好气地白他一眼，这厮的乖巧都是装出来的，只有他愿意的情况下才会乖巧无比，他如果不愿意，就会毫不犹豫地拒绝。骆长风的眼睛又看向了放零食和货架，现在他可都吃过了，知道哪种最好吃，想起那个味道就有些流口水。我看了一眼他目光的方向，毫不犹豫地拒绝。不行，这些你最近都不能吃，想都不要想，等你伤口愈合了你再来，要吃什么随便拿。我这伤，陛下定然会加派人手看着我，我可能好些天都不能再过来了。没事，我反正都在这里，我这个门随时开着，你能来的时候直接来就是了。骆长风又开始扮乖巧了，我无语却没有点破他。这衣服穿过去不合适，可还有别的衣服。哦，这个确实不合适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给你买。我在地图上找到了一家 COS 的服装店，我过去一看，确实有不少好看的衣裳，就是死贵，一套好几千块呢。他那一身伤口终究会被弄脏的，多浪费。最终我选了一套小丝的短打衣裳，花费180块。回到店里时已经快中午了，我让骆长风换衣服，自己去做饭。中午是西红柿炒牛肉末，方便骆长风用勺子拌着饭吃。吃饱喝足，骆长风告辞。那我先回去了。骆长风缓步走出巷子，看着昨夜鏖战的大街，尸体都已经被清理掉了，血渍也已经被清洗光，
街道两边的铺子看着站在烈日下的男人都觉得奇怪，他不怕热吗？结果下一秒，男人晕倒在了原地，鲜血缓缓沁出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照旧开铺子，却总忍不住盯着后门看。电子欢迎音再也没响过，库房里的压缩饼干、药品、零食堆得满满当当，都是我为他备的。可那个来拿货的人却没了踪影。我甚至试过对着后门默念万能小卖部，想看看能不能走到他的世界，可除了撞一鼻子灰什么都没有。第7天的晚上，我正准备关门，那道熟悉的电子音终于响了。我猛地抬头，骆长风站在后门，他看着我眉眼弯着，像从前那样。我来拿点消炎药，还有，想尝尝你做的饭。你还知道来？我还以为你死在外头了。我的金锭找谁要去？嘴上骂着，脚却已经往厨房走。菜只有排骨，爱吃不吃？爱吃，你做的都爱吃。那天晚上，我才知道了他的遭遇。那天晕倒后，我便被送回了元帅府。皇帝震怒，派太医医治，还加派禁军保护我，实则是将我看得更紧了。二皇子暗杀不成，反说遇刺是骆家军自导自演。那陛下信了？我爹早有准备。我爹拿出二皇子手下暗杀的证据，陛下虽未治罪，却也生了提防。我的处境反而暂时安全了。陛下虽防着骆家军，却也知道大梁的边关离了我爹不行。陛下给了我一个闲散的王爷封号，不用上朝，不用入军营，看似清闲，实则是把我圈在了京城里。陛下给了你封号，以后还能领兵吗？能不能领兵无所谓，只要能来你这里就够了。从那以后，骆长风变成了我小卖部的夜间常客。他总在深夜偷偷溜出来，避开禁军的监视，有时是来拿药，有时是来吃我做的饭，有时只是坐在柜台前看着我数钱，听我讲现代的趣事。他会给我带大梁的东西，京城里的胭脂水粉，江南的丝绸，官窑的瓷器，还有他亲自去猎场打的野味。日子就这么过了半年，大梁的局势发生了变化。二皇子贼心不死，联合外敌，想趁骆中海在边关征战时，在京城发动宫变。骆长风得知消息后，连夜来到小卖部。我看着他一身戎装，脸色凝重，知道他要去平叛。此去凶险，我怕我再也回不来。少废话，我这小卖部的顶级 VIP 可不能就这么没了。你给我活着回来，我还等着你的金锭。我给他拿了一套现代的防刺服，让他穿在戎装里面。这东西比你的铠甲管用，能挡刀挡剑。骆长风看着我眼眶微红，俯身抱了抱我。等我回来。他走后，我每天都守在小卖部盯着后门。我第一次发现，钱在我眼里已经没那么重要了。我只希望他能平安。第10天的深夜，电子欢迎音再次响起。骆长风推开门，一身血污，却眉眼带笑。我回来了。二皇子的宫变被骆长风轻松平定，他靠着我给的现代物资出其不意，打了二皇子一个措手不及。皇帝得知后又惊又喜，终于放下了对骆家的忌惮，下旨让骆长风重回军营，辅佐骆中海镇守边关。从那以后，万能小卖部成了大梁边关最特别的物资站。骆长风的骆家军靠着现代的物资，守得大梁边关固若金汤，外敌再也不敢来犯。骆长风成了大梁的战神，而我成了大梁人人敬仰的老板娘。